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《40岁开始力量训练才是引领人生成功的方法》这本书。虽然标题写着从40岁开始的肌肉训练，但内容对50岁以上、60岁以上的朋友们也非常有帮助，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看到最后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50、60岁开始练肌肉会带来这些惊人变化；第二，那些无法开始肌肉训练的人，原因竟是这个意想不到的因素；第三，每天5分钟，零成本在家即可完成的神级肌肉训练3招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50、60岁开始练肌肉会带来这些惊人变化。首先要介绍的是50岁或60岁的人，如果开始做肌肉训练，会提升时间管理能力，使一天的时间变得更长。大家都知道，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被公平地赋予24小时，在这有限的24小时内，我们需要保证足够的睡眠、工作、兴趣爱好时间。这样一来，剩下的时间其实非常有限。如果还想在其中安排饮食、通勤、兴趣爱好，以及为了未来进行的自我投资学习时间，显然会觉得时间不够用，哪有余力把肌肉训练加到日程里呢？但是，正因为如此，才更需要刻意把肌肉训练安排到日程里。此外，肌肉训练对饮食和睡眠尤为重要。肌肉训练会对肌肉造成破坏，通过摄入食物的营养素和睡眠恢复受损的肌肉，从而促进肌肉增长。一旦肌肉训练的时间确定，饮食和睡眠的时间自然也会跟着固定下来。例如，如果决定上午10点开始训练，倒推计算就需要在7点30分起床并进食。如果希望保证7小时睡眠，肌肉训练时间为60分钟，训练后30分钟内补充蛋白质和食物，然后每隔4小时进餐一次。通过这样安排日程，空闲时间会变得非常明确。在这些空闲时间里，你选择工作、做家务还是与朋友见面，完全由你自由决定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正因为时间被明确管理，你才能最大化利用这些时间，至少再也不会出现无所事事，抬头一看天都黑了的情况。我们人类如果觉得时间自由可支配，反而容易迷失如何高效利用时间，从而浪费宝贵的时间。相反，如果可用时间有限，人就会努力调配，把时间利用得更合理。也就是说，适度的日程安排反而能让我们更高效地使用时间。即便是无所事事的一天，只要安排晚上7点半的肌肉训练，那么在此之前必须完成饮食等准备工作，以肌肉训练为轴，一天的流程就会井然有序。因此，非常建议大家在休息日把时间用于肌肉训练，这样一来，时间的使用效率会提升，反而会感觉时间更加充裕。接下来我要介绍第2点，50岁或60岁的人开始肌肉训练，会通过3种机制获得自信。突然问大家，你们对自己有自信吗？很多人可能会说，不，我没有自信。但对于缺乏自信的人，其实无需过于担心。自信可以通过肌肉训练轻松获得。通过肌肉训练获得的自信主要有3种：一、来自成功体验的自信；二、通过外貌改善获得的自信；三、通过激素分泌带来的自信。首先，我们来讲讲第一种，来自成功体验的自信。这是作者的口号之一，肌肉训练绝不会辜负你的努力。在工作或人际关系中，往往运气也会影响结果，再努力也可能看不到成果，甚至会遭遇不公平的情况。但肌肉训练不同，只要努力就一定能看到成果。持续进行肌肉训练后，以前连举起来都困难的杠铃，会慢慢能够顺利完成，这会带来我也能做到的巨大成功体验。随着成功体验的累积，自信会不断增强。当你一次又一次打破自己的极限，就能获得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最强心态。通过肌肉增长获得的自信，会直接转化为生活中的自信。接下来是第2种，通过外貌改善获得的自信。我们人类其实很简单，
当身体变得结实或肌肉增加时，自信心自然会提升，即使只是微小的变化，也能带来自信。例如，穿上高档服装时，会让人觉得心情愉悦，好像自己变得高级了。虽然内在没有变化，但因为外在形象提升，就能自信满满。肌肉训练也是类似的效果，拥有好身材后，你会持续自信并心情愉快，而且这种变化不仅自己能感受到，周围的人也会注意到。比如你最近变壮了，你瘦了，脸型更精致了等赞美。自信不仅来自自己，也来自他人的正面反馈，这两种力量叠加，会让自信不断增强。在人生中，拥有自信是多么重要啊！有了自信，每天都能充满乐趣，勇于挑战新事物，进入不断成长和改善生活的良性循环。第三种是来自激素分泌的自信，这可能更容易理解。当进行肌肉训练，肌肉增加，体脂率下降时，会分泌更多的激素来提升干劲和斗志，从而带来自信。睾酮作为男性荷尔蒙非常有名，但对40岁以上绝经后的女性同样非常重要。因此，这种因激素分泌带来的自信，对男女都非常重要。通过肌肉训练获得这三种自信后，甚至会影响你的面部表情，脸部看起来会更加坚定，精神饱满。有自信的人讲话会更加从容、镇定，语速适中，声音洪亮清晰。体型和声音的结合，会让对方自然产生信任感。相反，缺乏自信的人通常低头小声说话，语速快或声音颤抖，即便内容再精彩，也可能给人不可靠的印象。因此，希望你能通过肌肉训练，将这种全方位的自信变成你最强的助力。接下来要介绍的第三点是，50岁、60岁的人开始进行肌肉训练后，沟通能力会因共同话题而显著提升。许多人可能为自己的沟通能力不佳而苦恼。对此，本书作者一语道破：想要提升沟通力，就去健身房。也就是说，健身房是最强的社交场所。对于那些退休后人际关系变少、感到孤独的人来说，去健身房可以成为最有效的沟通工具。而且，肌肉训练本身的经历就能帮助社交。原因主要有2点：肌肉训练成为共同话题，就像同乡会让初次见面的人聊得很开心一样，健身也能成为很好的交流话题。比如，你去的健身房、喜欢的训练项目等，都可以成为彼此讨论的话题。拥有共同话题，是提升闲聊能力最简单且有效的方法。共感能力提升，沟通的基础是共感，你能深入他人内心的程度，取决于你能与对方产生多大的共感。而专注于肌肉训练的经历，正好能提升共感能力。无论是对肌肉训练、铁道、动漫还是其他兴趣，当有人真正投入并热爱某件事时，这种投入经验能跨越兴趣类别，让人们互相产生共感。这种共感能力甚至能跨越性别的界限。接下来要介绍的第4点是，50岁、60岁的人开始肌肉训练后，会获得不受他人目光影响、属于自己的自由世界。可以看出，很多人都害怕被别人讨厌，担心被排斥。也就是说，有不少人过度在意他人的眼光。那么，为什么会在意他人的目光呢？本书作者指出，这是因为缺乏属于自己的世界。例如，如果把职场当作世界的全部，那么在职场被讨厌或工作失败，就会觉得人生完了。但一直活在依他人目光下的生活非常累，也会积累巨大的压力。那么，为了不陷入这种状态，应该做什么呢？答案是拥有属于自己的世界。对于那些觉得自己没有属于自己的世界的人来说，肌肉训练就是一个绝佳的选择。肌肉训练是一片不受任何人打扰、完全属于自己的天地。以肌肉训练为中心，你就可以过上无压力的生活。即使你所在的社群或职场人际关系不顺，也没关系，你只要去健身房就行。去健身房，哑铃会等着你，
哑铃是永远不会背叛你的挚友和战友，有这样的朋友在，就算在职场被讨厌也无所谓。实际上，本书作者表示，他之所以几乎不在意他人的眼光，就是因为肌肉训练已经成为了人生的核心。即便工作出现问题，精神也不会动摇，因为他知道，即使不依赖工作，只要回到肌肉训练的世界，也能幸福的生活。因此，不必过分在意别人的目光。而且，如前所述，去健身房很容易找到同样热爱训练的朋友，一天就能认识。只要有这样属于自己的世界，人就能毫无问题的生活下去。这种安全感是巨大的。拥有属于自己的世界的人，在其他世界中也能从容应对，反而更容易成功。对于总是过于在意别人眼光的人，可以先冷静下来，先确保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。接下来要介绍的第5点是，50岁、60岁的人开始肌肉训练后，生活会比以前更快乐。正如前面提到的，肌肉训练是促进多种激素分泌的最有效方法，包括提升干劲和活力的激素睾酮、肾上腺素，被称为脑内麻药的内啡肽和多巴胺，以及被称为幸福激素的血清素等。大家运动后都会有真是汗流的好爽啊的感觉，这种畅快感正是激素分泌的最好证据。此外，通过运动让身体适度疲劳，也会极大改善体温调节。许多研究已证明，肌肉训练可以提升睡眠质量，而且肌肉是在睡眠中生长的，所以人们会自觉保证睡眠时间。以前可能晚上无所事事，玩手机熬夜，但开始训练后，会想着为了肌肉恢复必须早点睡，从而能早睡。同时，为了减少体脂、增加肌肉，人们会同步进行饮食管理，身体状况显著改善。结果，自律神经得到调节，心理和身体都能保持充裕和轻松的状态。肌肉训练帮助你保持身心健康。继续训练下去，再结合前面提到的自信心提升，你会越来越喜欢自己。随着自我认同感提高，你一定会比以前更喜欢自己。喜欢自己的人，生活自然更有乐趣，生活愉快，心情就好，表现也更开朗，人际关系也会顺畅。正如福至有来，积极的人会聚集在你周围，这些积极的伙伴会不断给予你动力，让你进入正向反馈循环。所以，请从肌肉训练迈出这一步，让自己开始更积极、更快乐的生活。接下来是第2部分，那些无法开始肌肉训练的人，原因竟是这个意想不到的因素。首先，进行肌肉训练时，人们通常会先设定目标，这个目标可能是增肌及增重训练、减脂，或者只是单纯希望比现在更健康。总之，无论目标是什么，基本原则都是先有目标，再制定计划，以实现这个目标。但另一方面，也有人在开始训练时只是随便试试看，他们一边犹豫，一边尝试各种训练动作和饮食方法。对于这种开始行动的勇气，我们当然要给予肯定。问题在于，如果没有目标，就无法制定计划；没有目标，也就不知道自己是否朝着正确方向努力，努力是否有效。即便你觉得自己在付出努力，也可能只是浪费时间。相反，如果有了明确的目标，就可以从终点反向推算出路径，自然就清楚该怎么做了。因此，开始肌肉训练时，哪怕是简单的目标也好，先设定一个目标。例如，如果目标是半年减掉10公斤，这样的明确数字会非常有效。但即使没有具体数字，只要有一个大致的形象，也可以。关键是想象通过训练你想变成什么样子。目标越具体，训练就越有可能成功。顺便提一下，肌肉训练大致有2个难点：开始训练的门槛，将训练持续习惯化的门槛。本书作者甚至认为，在肌肉训练中，仅有坚持才是真正的力量。这说明，在肌肉训练中，持续性极其重要。减脂也是一样，短时间内体脂不会骤降，
无论增肌还是减脂，要看到效果，持续训练是绝对必要的条件。当你每天不断努力，把训练变成习惯，身体才会以可见的方式改变。千万不能想着偷懒。换句话说，即使你只是普通人，只要养成一流的习惯，也可以打败那些依赖天赋而懒惰的天才。基于以上原因，如果这段视频能成为你开始肌肉训练的契机，希望你能坚持把训练变成习惯，长期保持下去。接下来是第3部分，每天5分钟，零成本在家即可完成的肌肉训练3招。具体来说，如果你现在就想开始肌肉训练，看完这段视频后，就可以马上动手做。这里我将介绍3种在家独自即可完成的推荐训练。第1种，零成本居家训练全蹲，主要锻炼人体最大的肌肉股四头肌。对于40至60岁的人，全蹲是非常推荐的训练。所谓全蹲，就是膝盖充分弯曲，臀部下蹲到较深的位置的一种深蹲方式。做法非常简单，双脚与肩同宽，脚尖略微向外约30度，双臂向前伸移保持平衡。弯曲膝盖时，确保膝盖不超过脚尖，并下蹲至大腿与地面平行。此时，膝盖应与脚尖方向一致。进行10至20次为一组，做2至5组即可。刚开始时，哪怕只做2组10次，也会感到相当吃力。但吃力意味着肌肉得到了充分刺激。通过全蹲锻炼，可以激发包括睾酮在内的多种抗衰老激素，是性价比非常高的训练方式。注意，如果膝盖已有不适，尽量不要下蹲过深，以免增加膝盖负担。应在自身承受范围内，下蹲到膝盖感到轻微不适即可。关键是膝盖不超过脚尖，并且膝盖与脚尖方向一致。即使不下蹲太深，也能获得足够的刺激。50岁以上的人，训练要量力而行，避免受伤是最重要的。第2种，零成本居家训练半俯卧撑，不仅锻炼手臂，也能锻炼核心肌群。同样是居家无需器械的训练，推荐大家做俯卧撑。不过，俯卧撑有多种方式，这里介绍的是半俯卧撑。做法：双手略宽于肩，进入俯卧撑姿势，然后肘部弯曲至90度，保持姿势片刻，再回到原位。弯肘时吸气，回到原位时呼气，每次10至20次，做2至5组。半俯卧撑的特点是肘部弯至90度后不再下落。这种方式可以在训练手臂和胸部的同时，也锻炼腹肌及核心肌群。如果初学者尝试将腹部或下巴贴地的全俯卧撑，容易姿势不稳，动作过于吃力，导致肌肉无法有效锻炼，甚至增加受伤风险。因此，建议从半俯卧撑开始，保持正确姿势，确保肌肉得到有效刺激。第3种，零成本居家训练卷腹，不仅锻炼腹肌，还能强化骨盆底肌群。简单来说，就是腹肌锻炼。做法如下：膝盖弯曲，仰卧平躺，双手放在耳旁，身体卷起，抬起肩部，合上背部，在最高点短暂停留，然后缓慢回到原位。抬起身体时，目光朝向肚脐，并呼气。回到原位时吸气，和前面一样，每次做10至20次，2至5组。这里的重点和半俯卧撑类似，不用一次完全抬起到顶点。很多人对腹肌训练的印象是必须把身体抬到完全直的高度，能做到的当然可以，但对于40、50岁才开始健身的人来说，这样太吃力了。如果勉强去做，可能会抬起双腿或借助惯性，反而降低训练效果。所以建议膝盖保持弯曲，双脚平放在地面，动作不要借力，目光盯向肚脐，肩部抬起即可。腹肌和核心肌群会得到充分锻炼，不必担心。通过将卷腹与之前介绍的半俯卧撑和全蹲结合，就能实现从上半身到下半身，全身肌肉均衡且高效的训练。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介绍的3种零成本
居家即可进行的超级训练：全蹲、半俯卧撑和卷腹。只要每天坚持，即使每天只花几分钟，也能全面锻炼身体，提升核心力量和整体健康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